我搬进那栋公寓的第一天，房东就提醒我一件事。他说，晚上12点以后搭电梯不要按13楼。我当时笑着问他，这栋楼不是只有12层吗？房东没有笑，他只是把钥匙交给我，低声说，所以才叫你不要按。那栋公寓叫做安和大楼，外墙斑驳，走廊的灯总是忽明忽暗。我的房间在12楼最底端，正好对着电梯。搬家那晚，我整理到凌晨1点多，整层楼安静的只听得见冰箱运转的声音。就在我准备睡觉时，门外传来电梯滴答的声音。叮！我透过猫眼看出去，走廊没有人，电梯门却开着，里面的灯白得刺眼。过了几秒，电梯门慢慢关上，接着又重新打开。叮！像是有人站在里面，一直按着开门键。我没有理会，可是第3次电梯门打开时，我听见门外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。她说，叔叔，你可以帮我按13楼吗？我整个人僵在门后。那声音很近，就像女孩的嘴巴贴在我的门板上，但猫眼里仍然空无一人。我不敢呼吸，直到电梯门再次合上，外面才恢复安静。第2天早上，我问住在隔壁的老太太，这栋楼是不是曾经有小孩住过？她拿着浇花壶盯着电梯看了很久，才回答我，以前有，13楼也有。我说，可是这里没有13楼。老太太摇头说，现在没有。她告诉我，10年前大楼曾经发生过火灾，火是从13楼开始的。那一层原本是违建，住着几户人家。火灾后，整层楼被封起来，电梯的按键也被拆掉。可是火灾当晚，有一个小女孩没有被找到，她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电梯里。那天晚上，我刻意等到12点整，站在电梯前，我想证明自己只是听错了。电梯从1楼缓缓上升，5楼、8楼、12楼。门打开后，里面空荡荡的，电梯顶灯不停闪烁，镜子里映出我的身影。就在门要关上的时候，我看见镜子里多了一个人，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小女孩站在我身后。我猛然回头，身后什么都没有。再转回去时，镜子里的小女孩已经踢到我肩膀旁边，她抬着头，脸被湿漉漉的黑发遮住，只露出一只眼睛。电梯突然往上升，13楼的数字亮了起来。我想按停止键，可是手指像被冻住一样，怎么也动不了。电梯升得很慢，每一秒都像过了1分钟。那个小女孩靠在我耳边，轻轻问，叔叔，你有看见我妈妈吗？我不敢回答。电梯停下了，门外是一条我从未见过的走廊，墙壁焦黑，地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水。远处有一盏红色的灯，一闪一闪，照出墙上的门牌1307，而我的房间是1207。电梯门没有关，身后的镜子里，那个女孩伸出手指向走廊尽头。她说，她在那里等我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了出去，也许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像我已经过世的妹妹。小时候，妹妹也曾经在火灾里失踪，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。我一步一步走向1307号房，门没有锁，门缝里不断流出冰冷的水。当我推开门时，屋里没有家具，只有一面墙，墙上贴满了泛黄的照片。照片里全是安和大楼的住户，房东、隔壁老太太、走廊上的每一扇门，甚至还有我。那张照片拍的是我搬家第1天，我站在楼下，手里提着行李，正抬头看着大楼。可是照片的右上角还站着一个人，是那个穿红雨衣的女孩。她没有看镜头，而是看着照片里的我。她把手指抵在唇前，像是在提醒我不要出声。忽然，屋里传来女人的哭声，哭声从墙后面传来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女孩走到墙壁，把头靠上去，说：“妈妈，
我把叔叔带来了。强烈的哭声停止了，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问：“是新的住户吗？”我想逃，却看见门外站满了人，那些人全都低着头，身上的衣服湿透，脚下滴着黑色的水。他们没有脸，是用一张张向下裂开的嘴。电梯在他们身后不断发出声音，叮叮叮。女孩走到我面前，终于把头发拨开，她的脸没有眼睛，只有2个深黑的空洞。她问我：“叔叔，你知道13楼为什么一直少一个住户吗？”我拼命摇头。她把一把生锈的钥匙放进我的手里，因为每次有人搬进1207，13楼就会多一个人。那一刻，我听见自己的房间里传来电话铃声，铃铃铃。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躺在1207号房的床上，天已经亮了，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昨晚的一切像是一场梦。我立刻冲到门口，电梯门紧闭，暗线上没有13楼。隔壁老太太正在楼里浇花，看见我时，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。她问：“你昨晚去哪里了？”我说：“我一直在房间睡觉。”老太太没有回答，只是向着我的房门。门牌原本写着1207，现在却变成了1307。我退后一步，房门里传来小女孩的声音：“叔叔，你回来了。”我转身就跑，却发现整条走廊的门牌全都变成了13楼。电梯门在我面前打开，里面站着一个穿红雨衣的女孩。这一次，她没有问我有没有看见她妈妈，她只是抬起手指向电梯角落，那里站着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。她穿着我的衣服，手里握着那把生锈的钥匙，正隔着电梯门看着我。而我真正的我忽然听见身后有人按下了关门键，电梯门缓缓合上，最后一瞬间，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正对着那个女孩微笑。从那天开始，安和大楼的电梯每天晚上12点都会停在13楼。有人说，偶尔能听见一个男人在电梯里敲门，他一直重复同一句话：“请问这里还有人吗？”但如果你真的在12点听见这句话，千万不要回答，因为电梯里的人会以为你是下一个住户，而13楼从来都没有真正少过一个人。现在，请你看看自己身边的门，如果门牌上多了一个你从未见过的楼层，不要开门，因为门外那个人可能就等你很久。